还我妻女！以父汉室，阴间犯神，罪大恶极，堕落火海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母亲，我们被打入火海后，多亏土皇哥哥抵挡火焰，我们才能存活。火焰的囚牢燃不尽的，千年的磨难击不垮，仅靠心中执念，便能在这火海中支撑3000年。可惜以他一人之力，怎么对抗仙族的走火？陛下，这土皇怨念太重，3000年都没有被火海炼化，臣猜测他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魔魂天煞。魔魂天煞只是个传说，但他一直在跟仙术争强养药。陛下，在这日前，若仙术无法结出仙果，恐将惹怒仙族。立即开启焚天大阵，彻底炼化死魂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开启梵天大阵，就要是几亿生灵，还会导致土地数年无法耕作。届时必将生灵涂炭，恶殍遍野啊！陛下，阵意已决，休要再提。只要死的不是朕，贱民的死活与朕何干？梵天大阵开启，火焰的烈焰将增长100倍。那母亲，你快帮帮土皇哥哥呀！即使我肉身尚存，也无法抵抗这梵天大阵，更何况我只是一道残魂。除非我有一法可令你存活，可是从此你将背负诅咒，时刻经历超越死亡100倍的痛苦。你可愿意？就算是痛苦1000倍、10000倍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我残魂陨灭，换你一念永恒，从此念不灭，魂不灭。魔魂天煞咒。小雪，认准这个男人，从今天起，他将是你一生的依靠。母亲，我会用我的命照顾好小雪的。小雪，我们走吧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啊！放我出去！这大阵都没有将他炼化，仙族布下的结界也要被他冲破了。天煞是真的天煞！受命于天，既受就杀。人皇印乃人皇权柄，天赐法宝。你放屁！人皇的威严，朕以人皇之名，命令如跪下。真皇，仙族走狗，埋尾求荣之徒，跪如我宁死！区区凡人如何能抵挡人皇的威压？大胆狂徒，竟敢挑战人皇！人皇算个屁，仙族算个屁！土皇哥哥，不要啊！小雪，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你为何要替我们承受这火海的炙烤？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，我会一直保护你们的。想用蛮力冲破人皇印，简直痴心！这可是天赐法宝，竟然只用蛮力就打出了裂纹！蠢货！你这种以燃烧魂魄作为攻击的方式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！你的下场便是油尽灯枯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我命由我，不问苍天！快住手！人皇印乃是仙族所赐，皇权象征，谁胜不可亵渎！众生卑贱，谁定高低？人皇仙族宁有种乎？给我！你要做什么？拦住他！给我拦住他！参见火德仙君。仙术为什么还没结果？是不是人族包藏祸心？仙君大人息怒，3000年来，我对仙族一直是忠心耿耿，现已为仙术献祭了上亿人口，
是这个冤鬼一直在和仙术争夺养分，现一练就了魔魂天煞，逆反天神。又是仙人。祭剑仙人为何不败？贼，还我家人！蝼行。果然蕴含了海量魂力，看来你跟仙术争抢了不少养料，必须在采摘日之前将你炼化。南明离我和3位长老都挂有，看来必须先摧毁他的意志，才能将其炼化。可是怎样才能摧毁他的意志？仙君大人，您莫不是忘了，咱们手中可有他的软肋？虎德老贼，放我妻儿！见到了家人，本尊这就成全你。许仙，青儿，你们俩怎么了？你对我的妻女做了什么？他们是罕见怨灵之体，可通过提升怨念增强实力，所以用尽了各种酷刑，折磨他们1000年，终于把他们炼成了怨鬼，一种只知道杀戮的工具。被自己家人啃食的滋味不错吧？软肋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仙君大人，仙术有反应了。土光哥哥，不要！小泉，帮我解开封印。不可！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。既然你不肯为我解开封印，那我就自己冲破了。太慢了，照这个速度，仙术什么时候才能结成仙果？咬，给我狠狠的咬！相公，雨嫣，晴儿，你清醒一点，他是你爹。晴儿，怨鬼居然还能恢复神智，可真是罕见。不要！有什么你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们的家人！放弃抵抗，只有仙术结出仙，马上放你家人。好，你可要信守承诺。本尊一诺千金。3000年了，我树终于结出仙果了！恭喜仙君，贺喜仙君！仙君大人的威名一定会在仙府传扬。我的仙君，你该履行承诺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等仙术结果，你就放了我的妻女。雨嫣，晴儿，相公，爹娘，儿子，儿子，谢仙君为我家人重塑肉身，大恩大德，徒狂永世不忘。多谢仙君大人。 3000年的重逢，深深触动了本尊。本尊最喜欢的就是看到这世间的美好，然后亲手毁掉他们。你不会真以为亵渎仙族的罪名会这么容易被得到宽恕？复活你的亲人只是想更好折磨你的软肋。来人呐，把屠狂及其亲人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仙君，逆天反神3000年，凌迟处，太便宜他了！立刻召集人族剑兵，本尊要当众降载天罚，以儆效尤。诸凡人听闻，宣火德仙君昭告。 罪人屠狂，狂妄至极，逆天反神，扰乱天地秩序，特召集尔等见证天罚。先祖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，冒犯伟大先祖不可原谅。魔族灭亡，我们人族之心不死，没有先祖保护，我们都得死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，罪负涂山教子无方，未受正道，此利剑穿心之刑。穿心剑，本尊赐你一颗永远跳跃心脏，你每日受穿心万次之苦，如此循环10000年。 生不教，母之过，未能传承信仰之道，罪母刘氏，赐九雷穿魂之刑。九雷玉，本尊赐你不死魂，每日赶起天雷霆灭魂之苦，如此循环10000年。娘，
相府有失背离纲常，妻之过也。罪其冷允焉，赐每日所练禁锢之刑。不练，本尊赐你不断连接的骨头，每日感受骨断筋折之痛，如此循环10000年。吾之愚昧，轻言不敬，女之过也。罪女图情儿，自献祭仙术。本尊赐以永远不会干枯的血液，从此以血脉祭仙术，如此循环10000年。晴儿，罪人浮狂，逆天反神，冒犯人皇，狂妄奸邪，颠倒乾坤。今将赐你囚禁冰牢，观亲人受苦之刑，生生世世，永永远远。今日审判，皆因逆天反神，望人族各部及后世子孙引以为戒。天佑9天，恩泽万代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娘，徐烨，晴儿，我想学你击杀9天女帝的那一招。不可以，那一招虽可让你拥有堪比天地的力量，但用之必死。即使你不愿意教我也已领悟了80%了。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我要死也要保护的东西。你的生命同样重要，以后不能再说这样的话。小雪，突狂的封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解开，那便是需要用生命才能保护自己所爱之人的时候。活得老贼，我要你死！至死我的蝼蚁，文仙锁。文仙锁竟然断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损坏我的法宝！海天符！我得仙君最强法，竟然被他用蛮力打飞了！得老贼，我要你死！大胆狂徒，居然妄想弑仙，你便当天谴！至凌云志，碎骨语如共黄泉，给我破！愚蠢的凡人，仙君大人的护体灵气都击不破，还想弑仙？看到了吧，人是不可能打倒仙人的。我，你是如何击杀9天女帝的？湮灭之力，此乃湮灭之火，可引爆形神，每次淹爆，实力皆可增长10倍。我，请传我湮灭之法。不可，湮灭只是生命寂灭前的璀璨，每次淹爆都会加速形神的陨灭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璀璨的死去，胜过在黑暗中苟活万年。仙君居然倒了，仙君被一个凡人打倒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神不是不可能打倒仙人的吗？仙君只是一时大意而已，这样的攻击没有任何作用，凡人是不可能伤到仙人的。仙人怎么了？怎么会流血？人皇一直在骗我们。大胆，竟然敢质疑朕！朕是人皇，是仙族派来领导你们的，朕的话毋庸置疑。可是朕没错，要错也是你们错。他之所以没事，是因为他是魔族派来的奸细。魔族奸细，魔族狼子野心，亡我人族之心不死，竟然派出了奸细，想要毁掉仙术。又在骗人！本尊的碎骨裂，本尊的九雷雨，大胆狂徒，竟敢连续损坏本尊的法宝！
仙君大人受伤了，仙人不是不会受伤吗？为什么跟人皇说的不一样？晴儿，他也是旧爱，已经跟藤蔓紧紧相连了。你扯断藤蔓，他的血脉就会爆裂而死。卑微的人类，你就看着你的女儿被仙树吸成干尸的惨状吧。既然如此，大胆狂徒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伤害仙树！狗屁仙树，不是你们压榨凡人的工具罢了。今天我就砍了他！不，住手！仙树不能砍，我砍了又如何？你知道摧毁仙树的后果吗？仙树是仙族汲取人类力量的仙物，你砍了仙树，就是跟整个仙族为敌。高贵的仙族力量竟然来自凡人的血水，看来不是有仙才有人，而是有人才有仙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们仙族都可以赐给你。要你们这些嗜血的怪物全都去死！要伤害仙树，魔族！休想伤害仙树！你在胡说什么？魔族最擅长伪装，休想骗过我们！想要伤害仙树，就从我们人族尸体上跨过去。你们为什么要用生命保护一棵吃人树？你胡说！没有仙树的保佑，我们都会死。我们人族誓死保卫仙树。对，你们都是聋子吗？这条老狗刚刚都说了，这棵树就是仙族吸收人间能量的毒瘤。等速速闪开，让我砍了它！大家不要被这魔头蛊惑，仙树是生命之源，是仙树让河水流淌，万物生长。没有仙树，世界就变成一片荒漠。满口谎言！既然你们想跟这棵吃人树陪葬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土光哥哥，不要啊！土光哥哥，他们也是可怜之人，大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们所获得的一切，都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的，而这仙树还有仙人，反而需要靠人族的生命来供养。大家看吧，这魔族居然和邪恶的妖族勾结在一起，想要毁掉仙树，要我们人族灭亡。我们人族要团结起来，做仙树的铜墙铁壁，为仙族牺牲，就算死也能进入仙界，与天地永存。为仙不死，天地永存；为仙不死，天地永存。你们不要听他的，他是在骗你们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？大家看到了吧？没有这仙水，大地反而都恢复了生机。现在你们知道是谁在说谎了吧？大家不要听这妖女的蛊惑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想要活下去，只有祈求仙人再次种下仙树，我们人族才能延续血脉。骗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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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皇，人念很久了。人皇，大胆丢面！朕乃天命人皇，竟敢对朕不敬！骗子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护驾呀！小轩，我即将湮灭，不要再浪费灵力了。土光哥哥，我心愿已了，死得其所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要干什么？本尊可是高贵的仙人，我是仙人。湮灭之前，我要创造一个没有仙的世界，湮灭之力。土光哥哥，获得仙娟，你还真是没用。水土之神同时降临，这就是你们冒犯朕的下场。多谢哥哥姐姐赶到。采摘日已到，获得仙娟，我们的仙仙树被毁，仙国也随之毁灭。若是重新播种，恐怕又要3000年。我3届3000年轮流采摘，岂能在你火灵界轮空？你必须供奉出仙果，供奉我们。我火灵界乃是新界，又是首次播种仙树，哪里会有存留啊？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天规不可破，我们3000年的仙力必须得到补充。若是没有仙果补充仙力，那我们只能吸收你的仙力。现在就要吸！不要！一次损失6000年修为，我就不能成为神了。那与我们何干？不要！你们这么做，母亲是不会同意的。只要不杀你，母亲是不会责罚我们的。连仙术都看管不好，母亲也不喜欢没用的废物。不要！我愿意交出火灵界的权柄，以为诛仙。
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在开启献祭大阵，献祭此界所有生灵。献祭火灵界生灵10亿，合体10万年修为。此界生灵众多，需我3仙分别降下天罚，方能献祭。焚天旗，有火神火的仙君之名，降下天罚，令熔岩崩裂，火海滔天，大地焦灼，河水干枯，苍生受难，痕尽人间。人双平，以我水神水月真人之名降下天罚，令洪水滔滔，霜冻如刀，冰水交加，一人难逃。镇仙石，以我土神后土娘娘之名降下天罚，令山摇地动，裂土开天，饥荒蔓延，民生涂炭，大地震怒，死生难辨。天罚10年，献祭此界一切生灵，为我3仙所用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不敬神的下场，还不赶紧跪拜祈求神的原谅！不要跪，说跪下了，屠夫就会放下屠刀吗？跪得久了，膝盖就直不起来了。小雪，如何破解此阵？若要破解此阵，必须毁掉此阵阵眼，就是那3仙统御3界的法宝。可是这法宝现在有3仙的结界保护，凡人是破不开的。凡人破不开，我偏不信。此魂明显即将泯灭，为何还能连续使用湮灭之力？此魂乃怨念所化，魂神天煞。就算是魔魂天煞，也不过一道怨气所化的执念而已。再强的执念，在我们3仙的天罚之下，也撑不了多久。魔魂天煞以念存活，彻底毁灭，虚毁其志。此子可有软肋？软肋！敢动我的家人，我让你们这些狗仙死无葬身之地！卑微的凡人只能无能狂怒，本尊就喜欢拿捏你这种硬核爆狗。爹，娘，许愿，不要，不要！卑贱的凡人，感受痛苦吧！不！我要你们死！父王哥哥，凡人就是凡人，到底还是油尽灯枯。跪下，膜拜我们高贵的神！我不认你不认命就如何？凡人只不过是我们仙族饲养的牲畜罢了。胳膊都要折了，朕看你还怎么反抗仙族？牲畜的命运只有一个，就是成为我们仙族的养料。跪下拜神！鬼神，无宁死！冥顽不灵！喂，跪下！跪下！嘴硬又如何？命就是命运呢。小雪，你在干什么？父皇哥哥不要跪，我的寿命里、魂力、药力全拿去。不要，这样你会死的。不行，父皇哥哥，小雪不想失去你。不要，你会死的。不要。生亦何患，死亦何惧？不能保护心爱者，苟活万载又有何意义？这都是你曾经放在嘴边的话。小雪，我只想保护你。土皇哥哥，3000年，小雪一直活在你的羽翼之下。今天小雪终于可以跟土皇哥哥一起抗。一只小小的狐妖也敢来犯神，真是不自量力，自取灭亡。小雪，一只卑微的蚂蚁又有什么用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那如果2只蚂蚁呢？
小姑娘，这么重的担子，我来为你分担。算我一个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一只盲目崇拜先祖的蚂蚁，是你们让我看到了真相，看到人也可以活得有尊严。还有我不要再做待宰的羔羊了。还有，也不让我的子孙后代去经历我的苦难。还有我们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这次我们人族将与你们共同背负，反抗到底，永不放弃，反抗到底，永不低头。这一次就让我们人族一起面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神。凡人，赶紧停止你们愚蠢的行为！人的生命是为了献祭我们先祖的。反抗到底，永不低头！反抗到底，永不低头！永不低头！低贱的凡人，你们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人是不能反抗神的。卑微的凡人，临死之前只能无能叫嚣，掩饰内心的恐惧。你在说谎，不是人族恐惧，是你们在恐惧。会恐惧？不可能的，神是不会恐惧人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竟然用头撞破了我们的结界！我们恐惧，是因为你们无法再骑在我们的头上，彰显你们的伟大。被迫，我就必遭反噬。镇野的3件法宝，乃是我等统御3界的权柄。如果被夺，我们心为不保啊！不要慌，是至高无上的神，怎么会输给卑贱的凡人？全力维护奇迹。恐惧，是因为我们不再匍匐在你们脚下，甘心让你们吸血。恐惧，因为你们所谓的神圣都是虚伪的谎言。住手！不要再说了，今天要崩溃了。你的意志力通过了考验，本尊赐你为先族代言人。本尊赐你人皇之位，权力、金钱、美女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大胆凡人，还不跪下谢恩！你们恐惧，人族团结起来，击碎这个你们用谎言、恐吓所搭建的黑暗世界。这怎么可能？区区凡人，竟然击破我等合力守护的结界！大胆凡人，这仙石乃我土神权柄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去你的土神！凡人，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3界权柄乃3界至高法宝，若是被毁，将会给3界带来巨大灾祸。你们就是最大的灾祸！不，为我敬上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跪下！放肆！让一个高贵的神给你下跪，不是给我跪，是给千千万万被你们奴役的人跪！我要你跪下，忏悔你们千万年来对人族所犯下的滔天罪！你让我给这些卑贱的蝼蚁下跪？不可能！我不要啊！你已经毁了水神和土神2界了，难道你想让我火灵界也失去先祖的庇佑吗？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吗？不要乱来啊！没有了神的庇佑，人族一定会走向灭亡的。一个没有神的世界，我们人族只会活得更好。土光哥哥，小雪，你不要浪费灵力了。你坚持住，我一定能救你的。爹娘、雨燕、青儿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土光哥哥，小雪，不必悲伤，我大仇已报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牵挂了。土光哥哥，难道小雪就不是你的挂念吗？谢谢你千年的陪伴，我也遵守了对虎王的承诺。只要做完最后一件事，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大胆凡人，竟然想弑仙！可是弑仙是什么后果？只要杀了你们，
小雪和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，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。拜见母亲。九天女帝不是被母亲杀死了吗？我的孩子们，你们现在的样子，实在是有负先祖之名。是这些卑贱的凡人以下犯上，把我们都害了。这个魔魂天煞砍了我的梵天仙术啊！母亲，他还把我们的权柄都毁了，让我们不能为神了。母亲为我们做主啊！母亲为我们报仇啊！杀了你们！好深的怨念，魔魂天煞拿极强的怨念所化。我让你们掌管三界的万载岁月，是何等的天怒人怨！我经常跟你们说，我们仙族并不是统治人族，而是为人族奉献。我让你们掌管三界，是希望可以看到人人安居乐业、丰衣足食，不是被你们搞得生灵涂炭、民不聊生。请母亲大人恕罪。我的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土光哥哥，来吧，重回神的怀抱。土光哥哥，不要相信他，她就是九天女帝，当年就是她灭了我狐妖一族。你是狐妖一族？你当年不是被我母亲击杀了吗？为何还会在这？原来是狐妖的女儿，难怪当年她击杀的只是本尊的一个分身而已。土光哥哥，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坏人。母亲是众神之主，天道之女，碾死这个蝼蚁就跟碾死蚂蚁一样简单，有必要骗你吗？我母亲心怀慈悲，她是真的怜悯众生疾苦。当年本尊得到消息，说狐妖一族勾结魔族，本尊为了拯救天下苍生，含泪剿灭了狐妖一族。后来才知道这是魔族的诡计，为了弥补。小雪，我的孩子，母亲。儿子，爹，儿子，娘，晴儿，雪烟。本尊已用三大本源的重生之力复活了所有死去的人族，从此将由本尊亲自管理火灵一界，以后你们可以在此安居乐业。重生之力不是亿万岁月无人参透吗？孩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感谢九天女帝大人？多谢九天女帝大人。土光哥哥，生活又回到了很久以前，没有了纷争，只有家人的温暖，以及耕作与收获。哎，回来了。你啥时候有空，我教你编这个啊。好。阿爹还是那样勤快，即使年纪大了，回来了，也闲不住。爷爷，哎，喝茶。与家人一起度过平凡的每一天，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玉言，能与你走过风雨，相伴一生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只是，我好像忘记了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人生如梦，有些事不必纠结，能与爱人白头偕老，我这一生依然无憾。不愧是母亲，她已经完全迷失在母亲的水月幻境之中。他向往的生活，居然是种一辈子的地。果然，凡人就是凡人，天生的卑贱。他的怨已经化解的差不多了，怨念完全化解之时，就是他神魂泯灭之日。谁？主人，是我。你在做什么？主人，这是我新割下来的狐球，特地拿过来献给主人。不愧是雪域狐族女王的女儿，这裘皮简直完美。你的裘皮怎么越割越少了？你们狐族就是因为不能上缴足够的裘皮，才被本国灭了全族。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包藏祸心吗？不是的，主人，是这裘皮实在是割得太频繁，我的伤口恢复得特别慢。不争气的东西！本尊不需要没有价值的东西。如果下个月你再不能上缴足够的裘皮，你的下场就会和你的母亲一样。土光哥哥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我忍辱负重50年了，做仇人的宠物，每月还要忍受剥皮之痛，相公，就是为了能把你救出来。只可惜我的狐族入梦液还没有大成，只能进入水月幻境一炷香的时间。九天女帝有可能随时醒来。如果下个月你再不能上缴足够的裘皮，你的下场就会和你的母亲一样。没有时间了，今晚必须行动。我好像忘了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是谁啊？
荼光哥哥，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荼光哥哥，我是小雪啊。好熟悉的名字。我们快走吧。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荼光哥哥，这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们现在快走吧，走吧。姑娘，相公，姑娘，相公，你去哪儿？雨嫣，他是爷，你要去哪？不要晴儿了吗？晴儿，雨嫣，我不认识他。荼光哥哥，不要相信他们的话，我们快走吧。姑娘，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？荼光哥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里只是幻境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是走不掉的。孽畜，不会真以为你的小把戏能骗过本尊吧？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来我家？荼光哥哥，他们是仙人，是坏人。仙人？什么是仙人？看看这卑贱的凡人，怎么就糊涂成这个样？水月幻境已经完全磨灭了他的意识和记忆，他现在不过是个痴傻的老头。只是不知为何，他早已经油尽灯枯了，却为何还未消散？荼狂，你早已过完了你想要的一生，还在怨恨什么？怨恨？我没有怨恨什么，我好像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不管他还在执念什么，他已经掀不起任何风了。今天就送你上路。不许你们伤害荼狂哥哥！姑娘，你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母亲，多亏了荼狂哥哥，我们才能得到这片生存的空间。护我会用我的命照顾好小雪的。小雪，不必悲伤，我大仇已报，这个世界再无牵挂了。荼狂哥哥，难道小雪就不是你的牵挂吗？因为小雪不想失去荼狂哥哥。孽畜，本尊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退下，本尊还能让你做本尊的宠，否则死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不能保护心爱之人，何况万载又有何意义？这都是你曾经放在嘴边的话。小雪，3000年了，小雪一直活在你的羽翼之下。今天小雪终于可以跟荼王哥哥一起扛了。小雪，荼王哥哥，你想起我了。荼王哥哥，你放心，这一次小雪一定救你出去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没事吧？孽畜，别弄脏了本宫的狐裘。仙尊。看看你现在这个衰败的样子，还想反抗我们仙族？你是如此弱小的本尊都害怕声音大把你吹散。虽然他已经几乎油尽灯枯，但魔魂天下实属难得，可为本尊祭炼宝剑。凡人能成为我养天剑的养分，是你莫大的殊荣。受死！九天玄女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儿子吧！你不过是幻境幻化出来的傀儡，不是他的母亲。母是假，情是真，我的儿子已经不能威胁到你了，你就放过他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聒噪！娘，对不起，儿啊，娘！退下！不，你们不能伤害我儿子！你们这群混蛋！儿子，爹错了。爹！必当车！不两要！个没有灵魂的傀儡，又想做什么？我不是没有灵魂的傀儡，我是冷雨嫣，荼狂的妻子。我的爹爹是我最亲近的人，谁都不允许伤害他。相公，你快走啊！爹，你快跑，快跑啊！我不走，我不能丢下你们！荼光哥哥，他们不是你真正的亲人，我们快走吧！不！雨嫣，晴儿，我的傻相公，为什么不走？爹爹，我们只是幻境中的傀儡，你不用管我们的。不能丢下你们！谢谢你，相公，能和你在幻境中度过这一生，我死而无憾。雨嫣，爹，希望下辈子我还能做你的女儿，做你真正的女儿。晴儿。爹！凡人就是愚蠢，不过是4具傀儡而已，却沉溺其中无法自拔。哼，这一次不会再有人碍眼，受死吧！不许你伤害荼狂哥哥！该死的孽畜，不要以为本尊还想要你的皮毛就得寸进尺。算了，既然你如此肆意妄为，不知敬畏，那本尊也不会再大发慈悲了。反正本尊也有了你全族的狐皮，而且你母亲的似乎比你的更好。既然你如此不知敬畏，那本尊也不会再心慈手软了。小雪，不要！小雪，荼狂哥哥，这一次换小雪来保护你。
既然敢使用湮灭之力，你这样皮毛会褪色的。求天女帝，今天我就为我的母亲、我的族人报仇雪恨！该死的孽畜！你不会以为就凭你的妖力就能伤到我，连本尊的一根头发都伤不了。乾坤，这是这是什么招式？居然让我有一种胆寒的感觉。小雪，不要使用八荒焚魂咒啊！你会死的。你以为本尊会让你用出八荒焚魂咒吗？看，小雪，不要！不要让他完成结印，一起攻击，将他抹杀。哥，小雪，不要！对，呵。八荒焚魂咒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你不要说话，你挺住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土光哥哥，你不要白费力气，好好活下去。等有一天你掌握了重生之力，再将我救活。小雪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在我临死之前，我能不能有一个要求？小雪，等你好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先别浪费体力。但是我怕我不说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。土光哥哥，当你掌握了重生之力之后，将小雪复活，小雪想跟雨言姐姐一起成为土光哥哥的娘子。土光哥哥，你不会连我这点要求都不愿意答应我吧？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到死才跟土光哥哥表白，我可真是太棒了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挺住啊！生死离别，真是让人感动啊！为什么你们还活着？愚蠢的凡人，你以为本尊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吗？为了不马失前蹄，我特地炼制了这颗避火珠，专门吸收凡魂之火。避火珠都不堪重负，真是好选呐！看母亲当年灭绝狐族的决定，真是无比敬畏。这种孽畜就应该灭种扒皮。母亲，对不起，小雪没能为你报仇。你敢伤害小雪，我必杀你！死到临头还在犬吠，现在我立刻送他归西，看你怎么杀我！不要！卑贱的凡人，果然除了无能狂怒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痛快。该死的孽畜！你母亲就是因为使用禁术，导致皮毛炎算了。本尊想要找到一张完整的狐球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好的是残魂尚存，还有一口气，应该可以保证皮毛完整。你干什么？趁他还没断气，把他的皮毛割下来。割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把他弄死，会影响我的狐球的。好的，母亲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慢慢的割，轻轻的割，好好尝尝肌肤剥离的滋味儿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你。小雪，不要！不愧是狐族女王的女儿，连叫都不叫一声。这样的皮毛，本尊更喜欢。土光哥哥，请住！不要为小雪报仇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土光哥哥，小雪，再见了，土光哥哥。小雪。小雪，小雪死了！废物点心，不是让你小心一点吗？母亲大人恕罪，真的不是我不小心，是他摇舌自尽了。狐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守住对您的承诺。小雪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该死的孽畜，宁可自杀也不让我获得最好的皮毛，不可饶恕！孽畜，你以为你自尽就可以逃过一劫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形神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住手！
不要！想让他活下去吗？善哉善哉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只要你真心悔过，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就答应你放过他一命。放肆！本尊贵为万神之主，天道之子，一言九鼎，岂会骗你一个区区凡人？只要你真心悔过，本尊不仅会放过他的魂魄，还会给他重塑肉身，让你们双宿双飞。我的膝盖不会再向先祖弯曲。不姐，我已经如此戏耍过他了，恐怕他不会再上当。真扫兴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那就去死吧！只要你放了萧雪，我愿意给你下跪，我愿意回归虚无，永世不得重生。现在本尊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些，本尊觉得现在捏爆他的魂魄比那些更有趣。不要放了萧雪，不然你必死！凡人，你竟然敢威胁神，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死！我最后再说一句，你再敢动他一分一毫，我就让你粉身碎骨，形神俱灭！我要追你到天涯海角，将你挫骨扬灰！你这个卑贱的凡人，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你还想威胁母亲？本尊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让我挫骨扬灰！不要！土光哥哥，不要跪！我的生命力、魂力、妖力，你全拿去！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趣？不能保护挚爱之人，篝火万载，又有何意义？土光哥哥，3000年了，小雪一直活在你的羽翼之下。今天小雪终于可以跟土光哥哥一起扛了。我想跟雨言姐姐一起成为土光哥哥的娘子。我到死才跟土光哥哥表白，我可真是太笨了。再见，土光哥哥。小雪，必须死！你太弱了，还是去你该去的地方。月念化弦的肉身已灭，魔魂天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混沌的虚无，湮灭的终点。既然是虚无，为何我还存在？为何你们也存在？我们都是放不下执念的魔魂天上，即便归于混沌，也不得安息。我不能在这里，我怎么回去？不能回去，没人能回去，能做的只有放下执念，争取早日安息。我一定要回去，我要向神明报仇雪恨！我们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，没用。既然来到混沌，便归于混沌吧。有1000年了吧，还没有放弃，好顽强的信念，这可惜是徒劳的。让我出去！什么？没看错吧？混沌居然被撕裂了！看来混沌并非无法离开，只是我们的意志还不够坚定啊！可惜了，以他的力量还是不足以撕裂虚空，而我们在无尽的岁月中早已磨灭了执念，或许我们可以帮帮他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两位前辈，你的信念让我们敬佩，我们来助你，不必内疚，将我们的力量拿走吧。混沌的1000年不过凡间数载，带着我们的执念回去吧，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祖感受我们的怒火。短短数年，我火灵界都已经历了几百次的反叛了。不只是火灵界，其他2界的凡人反抗也增加了。可惜执掌3界的法宝尚未修复，不能将这些凡人祭炼。这次我们处刑火灵界反叛者，以天境将画面传至各界，杀鸡儆猴。朕人皇宣天界旨意，尔等火灵界反叛者挑战神威，倒反天罡，藐视天规，罪不可恕。今依天界法令执行天刑，昭告天下，引以为戒。诸凡人等还不跪下谢罪，以感天恩？我们根本就没有罪，认的什么罪？你们对我们也没有恩，感的什么恩？我们凡人存活至今，靠的是自己辛勤劳作，而不是你们先祖的庇佑。你们高高在上，是靠榨取我们，而不是你们生来高贵。只有屠狂才是真正的神，我们应该像屠神那样，即使宁死不屈，永不为奴。宁死不屈，永不为奴，永不为奴，宁死不屈，永不为奴。收回神境影像，不要让其他凡人看到这一幕。这里的凡人已经完全被魔族蛊惑，立刻斩杀，一个不留。是屠神，屠神回来了！屠神回来了！屠神！回来了！你怎么还没有死？魔魂天煞不会死，只会归于混沌。既然你运气好，走出了混沌，那你就应该像只老鼠一样藏起来。为何又来自取面目？我要你们死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就算是再复活1万次，那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死！屠神为我！屠神为我！
这怎么可能？我的仙君你也不中用啊！看来火灵界重创之后，你已经不能为神了，还是看我出手将他灭杀！屠神！这怎么可能？一起上，这次不要留手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消散了吗？为何我们三仙合力都无法将他击败？为什么？母亲可是众神之主，天道之女，为什么母亲出手了依然杀不死她？就算是最强的魔魂天煞，也应该被抹杀了。可我们却未伤到分毫。就算天煞不灭，也应该被送入混沌。为什么他什么事都没有？你必须死！那是混沌，能吞噬一切的混沌。他已经掌握了混沌之力。他已经掌握了湮灭之力，说是再掌握混沌之力，威力不可想象。不可能，混沌之力超然天外，1万岁月，仙界无一人能领悟，他一个凡人凭什么能掌握？是他怨念太重，即使身死，混沌也无法将其吸入，反而被混沌吸引而来，欲将其吞噬。就算天下不灭又怎样？是不可能逃越混沌的。就算是逃出了混沌，也会再次被混沌所吸入，将其吞噬。天地是不允许你这样不死的存在，自有混沌来抹杀你。就算混沌无法将你消灭，但你的下场会更加惨烈，那将是在空虚的混沌之中空度1万岁月。怎么回事？混沌怎么突然消失了？难道他的怨念已经到了，连混沌都无法吞噬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世上还没有混沌无法吞噬的东西，这一定不是混沌，是障眼法。这是什么？母亲救我！怎么回事？后土娘娘呢？后土死了？不可能！后娘娘可是仙族，她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把她杀了？一定是障眼法，是障眼法！君说的没错，后土娘娘的气息已经消失了。可是刚刚到底是怎么了？后土娘娘怎么会死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母亲，水仙也死了。屠神杀死了2位仙主了。屠神无敌，拯救苍生！屠神无敌，拯救苍生！屠尽纹身，天地归人。水月真人也死，你这到底是什么妖法？是混沌。是混沌？难道他已经掌握了混沌之力？明白了，当一个人的执念大到无法吞噬混沌，只能用湮灭之力将其吸引而来，相互融合，成为混沌的一部分，从而掌控混沌。若是他掌握了混沌之力，他就不会被湮灭在混沌之中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掌握混沌、湮灭2种超越天地本源法则。小心，一定要躲开混沌黑球，混沌可以吞噬一切。躲开就行了。有这种速度攻击，躲开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混沌之力再强又怎样？你打不中也是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饶了我！饶命啊！我才15000岁，我还年轻啊！我不想死！我给你跪下！我曾经也给你下跪，可你有饶过我的父母吗？我曾经也想过给你们神下跪，你们有饶过我的妻儿吗？我曾经也想过屈服你，甚至愿意回归永恒的混沌，可你们有放过小雪吗？今天我让你们这些虚伪的神全给小雪陪葬！母亲救我！母亲救我呀！滚开！下一步轮到你了。想杀死我没那么容易，你逃不掉的。凡人，你何必如此？本尊可以宽恕你的罪行，并满足你的一切愿望。不就是死了全家和一个女人吗？本尊赏你万千美女，保证从此以后你的家人和美女数之不尽。说过你必须死！大胆的凡人，本尊已经放低姿态了，你休要如此无礼。本尊的父亲乃是天道。我说过，你必须死！神死了，神都死了！屠神无敌，拯救苍生，无尽纹身，天地归人。你看到了吗？爹娘，雨嫣、晴儿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！你看到了吗，小雪？我为你们报仇了！愚蠢的凡人，你真以为你报仇了吗？你真以为本尊死了吗？你杀死的不过是本尊800万分身中的一个。想杀死本尊，必须把本尊的分身全部杀死。本尊的分身遍布整个天地宇宙，你永远不可能报仇的。你有800万分身，那我就杀你800万次。想杀我800万，真是大言不惭。就算我站着不动让你杀，1000年你也杀不完。1000年杀不完就1万，1万年不够就10万年。就算追到天涯海角、苍穹尽头，也要将你挫骨扬灰。好啊，那你就来吧，本尊等着你。
想不到同时掌握混沌和湮灭之力，竟然会恐怖如斯，还能跨越虚空来杀我。这里是3界之外，绝对安全。只是他如何找到你？莫非他有追踪之法？应该只是巧合，凡人无法用神识探索，岂能找到我的行踪？就算他有天大的能力，也妄想找到这里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800年了，你已经杀了我50多万个分身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何必赶尽杀绝呢？说过的，不管是1000年还是10000年，哪怕追你到天涯海角、海枯石烂，我也要将你的800万个分身挫骨扬灰。为什么你明明没有神识？为什么我已经躲到天地尽头了，你依然能找到我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超越了天地，已经杀你7999999次，差1次800万次。天地主宰，世间最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请您救救您的女儿吧！父亲，您的孩子都死了，我的7999999个分身也死了。如果您再不救我，就再也见不到您的女儿了。原来你的第800万次分身在这儿！不要过来！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可以做你的奴隶，给你做牛做马，只要你能放过我。说过我要杀你800万次！不要过来！必须死！你知道这里面是谁吗？是天道，是我的父亲，世间最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寰宇的创造者。你杀了我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说过，你必须死！不要！雨嫣、晴儿、爹娘，10000年了，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父亲救了我，我父天道已将3大本源的重生之力赐给了我，你是杀不死我的。重生之力乃我父天道创世的能力，无论你杀我多少次，本尊都可以立刻复活。这是什么？逼得凡人竟然让本尊如此痛苦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已将混沌和湮灭之力都注入到你的体内，你将同时感受混沌吞噬和形神湮灭的2种痛苦。我不需要杀你，只需要让你感受痛苦就可以。卑鄙的凡人，既然想用这种办法让本尊屈服，本尊是不会屈服的。这2种痛苦我早就感受过，每一种都比抽筋扒骨要痛苦100倍。若没有极强的意志力，根本就忍受不了。加上你的重生之力，这种痛苦将要伴随你生生世世，永永远远。本尊受不了了，赶紧停下！想要让我停下也可以，我交出重生之力。可能这是我父创世的能力。好难受，我受不了了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你们先祖欺压万年所积攒怨念的100亿。这100亿竟如此痛苦，超过了肉体痛苦的10倍。本尊愿意交出重生之力，你赶紧停下！重生之力，本尊交出重生之力，你可否保证不杀我？我无法保证，我誓要杀光所有先祖，我誓要杀光所有先祖，尤其是你。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愿意交出重生之力，但是也请你给我一个痛快。爹娘、雨嫣、晴儿、小雪，得到了重生之力，我就可以复活你们。父亲，天道，祭奠天道，为何不办？天道全收了。放肆！竟敢侮辱天道！父亲，这个凡人不仅对您不敬，还杀死了您的孙儿们，还害死了我7999999个分身。祈求您立刻将他灭杀，替我们报仇！灭杀他？为什么要灭杀他？不错，不愧是天道之子。父亲，他只是一介凡人，怎么配做天道之子？你错了，天地寰宇是我创造的，寰宇间所有的生灵都是我的孩子，先祖不过是我选出的管理者，而他却是我创造这个寰宇的意义。父亲，为什么您要培养一个凡人，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先祖？先祖虽强，但力量依旧局限于天地之力。然魔魂天煞却可以超然天地，掌控本源之力。历经无数岁月，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天煞，而且还具有湮灭混沌之力。你已经有资格成为我的仆人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将成为我天。父亲，他成天道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已经没用了，可以去死了。这是混沌之力。作为天道，我同时拥有混沌、湮灭、重生3种本源之力。3种本源之力合二为一，即为天道，可以创造万物，也可毁灭万物。我一直在默默的观察，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。作为奖赏，主
除了赐给你无上的地位，还有你最想要的东西。我们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这是哪儿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母亲，母亲，我好想你啊！雪儿，你受苦了。我记得我已经形神俱灭了，发生了何事？对呀，母亲，你不用再想了。土光哥哥，儿子，儿子，土光哥哥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没想到我们还能再次相见。距上一次已经过去多久了？1万年。1万年。虎王，我对你的承诺我都做到了。相公，你们……雨嫣姐姐，你不要误会。雨嫣，你和小雪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小雪，这1万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想你。时隔万年，荼狂，你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这一来，你们就苦尽甘来了。他是谁呀？不会又是仙人吧？儿子，如果他是仙人的话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相公，你快跑呀！快跑啊，儿子！以你们凡人之躯，是抵抗不了仙力的。啊？你说人间权贵都是你的分魂？没错。所以凡间的荣华富贵都是你的，凡人只能体验苦难。凡人只是培养天煞的耗材。你断绝凡人的上升通道，牺牲无数的生命，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我这样饱受苦难的人吗？不死者不得，一切都要付出代价。为什么得到的是你，而牺牲和代价却是我们？凡人就是我的耗材，死不足惜。原来你和那些仙族畜生一样，要不断的掠夺和吸取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代持我的权利，培养更多的天煞为我所用。我懂了，你让我做你的狗，震慑你饲养的畜生，继续维持你那不公平的天地秩序，方便你对众生敲骨吸髓。你才是这个世界苦难的根源。恃宠而骄，忘记了你的软肋。跪拜我吧，我会将我的权柄交给你，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师傅小雪。再见，土光哥哥！不要，不要！相公，我去你妈的天道！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竟敢冒犯天道！我让你和你的软肋万劫不复！三元合一，可以创造万物，也可以毁灭万物。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如果我引爆我体内的混沌之力和湮灭之力，再加上你体内的重生之力，应该可以彻底将你消灭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抹杀天道！狗屁的天道，不过是比仙族更加邪恶的怪物罢了。你所赐给我的，不过是从亿万生灵身上又窃夺来的。悟空，你冷静一点，这样你也会死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我要创造一个没有神的世界。你冷静，想要什么，本尊都可以赐你。我只想让你死。想想你的家人，你都不想跟他们团聚了。我的父母，不要！爱人，女儿，师傅，今天就以我的生命来终结这邪恶的根源，来换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永别了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相公，儿子，儿子，土光哥哥，儿子。